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，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算就不知道疼了。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，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一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2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，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这回又干赔了。然后这些小麦果汁要经过2次发酵，一共是15到21天才可以变成啤酒。我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，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觉得这回完了，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碟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他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2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，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要不嚼2块感觉浑身不得劲儿。但外面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，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，然后订了4个牛腿，打算自己在家做的。这个牛肉干呀，吃的是真好吃，但做起来是真麻烦。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，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半拉身子都是麻的。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。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，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，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，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把浴缸拆了。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，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这个双拼缸，然后腌了1宿之后，这肉就可以烘干了。但以家里这烘干机的速度来说，除非买100台，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。后来看最近天不错，就决定风干了，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。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就是串肉。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，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。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，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，但后来干到最后一代的时候，外面天都亮了。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，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，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。为了蒸这些牛肉干，我把全家的锅都给掏了。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子烘烤一下，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。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，它下的玩意儿实在是太鲜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一点不扒瞎，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，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。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，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。这牛肉干往炉子上一放，那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，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。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，这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。等都烤完了之后，我还上秤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，我是41斤买的牛肉，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，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，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
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，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儿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1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呲吧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，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、80，吃个2、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，看着也不太难，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，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。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，这第一步拔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用车压、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，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，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拔完。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，夯夯干了1宿啊！等天亮我一抬头，发现我弟那俩腮帮都不一边大了。然后有了这些榛子仁，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榛子巧克力酱了。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，所以就想多磨点榛子酱放里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，那个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。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，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，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。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，我们找了一圈，把家里水管嘎了。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，我们真是有点心疼。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，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。真的，我从未如此渴望我活着。都组到一起了，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，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，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。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，还有这一碗点椰子油，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。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完了裹最外层的时候，我去偷点懒儿，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。但是脱模之后，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。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，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，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。掰开一个看了看，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对比了一下，在外观来讲，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，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，成本也省了好多。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.2块一个，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。不过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，就是得会竖刺儿，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巴一声。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。微霞5毛出。